相法执掌中的一语古训掌中现佛眼，前世结善缘，揭示了手相中最神秘的佛眼纹与宿世善行之间深厚的联系。佛眼纹被视为掌纹学中最为珍贵的符号之一，传说千人中难寻一二，其深藏的智慧与哲理早已超越了仅仅作为身体标识的范畴。而从大藏经、佛说业报差别经记载中可以得知，众生所造善业必于后世行相显现。这种论断也让佛眼纹愈发显得深奥莫测。在手相学中，佛眼纹因其形似慧眼，寓意着深厚的慧根与佛缘，常被研究者视为一种预示深远宿世善业的标志。时至今日，现代的手相研究仍然发现，佛眼纹多见于左手，极少出现在右手。这其中是否隐藏着某种深远的缘由？为何这种与众不同的掌纹竟能与佛法产生如此密切的联系？又或者，如同古籍中所说，掌纹能否真的连结着三生三世的因果呢？长安城外的青莲寺，依山而建，环境清幽。贞观7年，寺内正在举行一场盛大的法会，阳光穿透古松的枝叶，洒在青石板路上，映射出斑驳的光影，仿佛神秘的力量在寺院的每一寸土地上涌动。法会的主讲者是智圆法师，一个学识渊博、德高望重的高僧。他端坐于讲经台上，声音深沉且有力，每一句话都带着佛法的智慧，让在场的信众心神宁静。今天他正在讲解《华严经》的奥秘，梵音如流水般缓缓流淌，整个寺院弥漫着神圣的气息。然而，在这场庄严的法会中，一丝不合时宜的波动打破了表面的宁静。明宇，寺内的年轻侍者，正坐在前排，他的眼神时而低下，时而迷茫。原本专心致志听法的他，忽然把注意力转移到自己的左手掌心上。那手掌中一道奇特的纹路吸引了他的目光，这道纹路深深地刻在掌心，中央一横，形如一只眼睛，而眼睛的两侧微微弯曲，如眉睫一般，仿佛在无声地注视着他。明宇的心中泛起一阵不安，他的目光愈发凝重。这究竟是什么纹路？为何如此与众不同？他从未见过这样的纹理，甚至从未听闻过类似的事情。智圆法师察觉到明宇的异样，停下了正在讲解的内容，微笑着望向他。明宇，你可有什么心事？明宇慌忙回过神来，恭敬地站起身来，轻轻行了一礼。师父，弟子无心之事，方才整理经卷，无意间发现自己左手掌中有一奇特的纹路，心中难以解惑，才失神一会。智圆法师目光一凝，心中似乎已有了些许猜测。他示意明宇上前，明宇走近，伸出左手，掌心朝上。智圆法师仔细地观察着那道纹路，眼中闪过一丝光亮。他温和地说道：妙哉，这是佛眼纹。众人闻言纷纷低语起来。佛眼纹，这是什么纹路？在长安这样的佛教圣地，众多僧侣和信士听过各种神秘的掌纹，但从未听过这种奇特的纹路。智圆法师轻抚着下巴，缓缓开口：相法执掌曾云，掌中现佛眼，前世结善缘。这纹路乃是佛眼纹，象征着深厚的慧根与前世的善缘。此纹极为罕见，千人中难得一见。旁边的慧明长老也走了过来，他老迈的眼神里透出一股智慧的光芒。他仔细端详明宇的手掌，沉吟片刻，终于开口说道：老朽曾游历四方，见过许多掌纹，然而如此清晰且完美的佛眼纹，还是第一次见到。明宇听后更加疑惑了：师父，长老，这佛眼纹究竟意味着什么呢？为何我会拥有它？智圆法师微微一笑，语气温和：佛眼纹乃是前世善行的印记。大藏经因果经中有云，众生所造善业必于后世行相显现。你此刻所见的正是前世善缘的显现。慧明长老在一旁点头称是。明宇，佛眼纹的显现
非偶然，它表明你前世曾积累了深厚的福报与善业，而今生必定与佛法有缘。你身上这纹路的清晰与完美，正是你过往修行的体现。明宇心中充满了困惑与敬畏。他本是寺中的侍者，虽然知晓佛法的教义，但从未料到自己与佛法竟有如此深厚的渊源。他低声道：师父，长老，弟子不知何时结下如此善缘，能否再请二位开示一二？智远法师轻轻叹息：一切皆由因果所定，你之所以能现佛眼纹，必定是前世行善积德，得到了佛祖的庇佑。这种掌纹并非仅仅象征着前世的积善，它还预示着未来的修行与成就。你现在所拥有的佛眼纹，其深浅与清晰，皆与过去的修行及其纯净程度息息相关。慧明长老点了点头，补充道：在大藏经《佛说业报差别经》里有记载，若人种善因，后世必得善相；若佛眼纹深刻，表明此人前世善行深厚，今生福报必会丰厚。然而这一切的根源还在于心念。明宇虽然听懂了其中的道理，但心中仍有疑惑。那么若我现在修行，是否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，获得更多的福报呢？智远法师笑着摇摇头：修行非一日之功，亦非单凭手中纹路所能决定的。佛眼纹仅是表象，修行的真正关键在于心。心念纯净，行善不求回报，方能在今生获得真正的解脱。就在这时，一位身着破旧袈裟、满脸风霜的老修行者缓缓走进了法堂。老修行者身形瘦弱，须发皆白，衣衫破旧，但却有着一种出尘的气质。他步伐稳重，神色自若，仿佛并不为外界的纷扰所动。他来到智远法师面前，轻轻行礼：贫道元明，闻法师讲法已久，特来请益。他自称贫道，显然是一位道家修行者。智远法师微笑着示意元明道长坐下。道长请坐，我等正在讨论佛眼纹的奥秘，若道长有见解，欢迎指教。元明道长没有急于开口，而是轻轻伸出自己的左手，掌心微微展开。众人纷纷侧目，期待看到这位道家修行者手中的掌纹。元明的手上确实有一道浅淡的纹路，中央一横，形似眼睛，而眼睛两侧的弯曲线条却远不如明宇手中的纹路那般清晰与深刻。道长的掌纹似乎也有些异样。慧明长老走上前，仔细观察着元明的手掌，不过似乎与明宇的佛眼纹有所不同。这纹路虽然也有眼形，但深浅不一，似乎未能达到完全的清晰。元明道长轻轻一笑，放下手掌：法师所言不差，贫道这一生修行未曾专门拜佛，只是道家修行，因此这佛眼纹自然比不上明宇的清晰。智远法师凝视了片刻，缓缓开口：道长的佛眼纹虽然较浅，但却有着另一种特殊的意义。你手中的这道纹路虽然不如明宇的佛眼纹那般深刻，但却隐藏着一种难以捉摸的奥秘。众人一时愣住，纷纷回头看着智远法师。明宇的眉头微微皱起，他想不明白自己清晰的佛眼纹为何没有得到如此的评价。道长的佛眼纹，智远法师继续道，虽浅却有一种特殊的结构，主纹两侧的细丝向外延展，宛如枝条。这种结构恰恰与一种古老的掌纹有些许相似，它叫天眼枝。这种纹路极为罕见，只有那些心境纯净、无欲无求之人才有可能显现。元明道长听后愣了一下，旋即苦笑：法师过誉了，贫道行医济世，救人无数，心中从不求名利，但也从未特意修行佛法，怎会有此天眼之的显现？智远法师眼中露出一丝欣赏的光芒：你这一生或许未曾特意礼佛，但你行医救人，普度众生，帮助了无数人，心中从不为自己谋取任何名利。这种无心的善行
反而成就了你手中的天眼之。整个法堂陷入了深深的沉默。明宇忽然意识到，原来手相中的深浅、清晰与否，并不是唯一的衡量标准。真正重要的是背后的心念，是那些不求回报的行善，是那些藏匿在日常生活中的慈悲与无私。智远法师的话语回荡在法堂中，带着一种深深的哲理，像一股温暖的气流，轻柔而强烈，瞬间扫除了所有疑云。明宇、元明道长以及在场的所有信众，无一不被这番话深深触动，他们的内心仿佛经历了一场洗礼，逐渐明白了佛眼文与心境与善行之间那深刻的联系。此时法堂中的气氛异常宁静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智远法师身上，而法师那双深邃的眼眸，仿佛能看透世间的一切纷繁复杂，悠然自得地解释着所有看似难解的命题。众人心中纷纷涌起一股莫名的敬仰，仿佛他们所追求的真理在此刻被清晰地展现出来。然而智远法师并未停下讲解，而是继续说着道长的天眼之纹路，虽然不如明宇的佛眼纹那般显赫，却反映了另一个重要的道理：无心。如心经所言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一切现象皆是空。善行之所以为善，正是因其不求回报，亦无所执着。天眼之即是无心而善的体现。元明道长听得入神，他轻轻点头，眼中流露出一丝深思。法师所言极是，贫道自幼习道，不求功名，只求一心修行，以医术济世，行医救人，无论贫富，皆尽心尽力。我从未想过，自己的这一片善心，竟能在掌纹中显现出如此深远的意义。无心行善，恰如秋水，清澈见底，广阔无垠。智远法师继续说道，但要记住，无心并非空无一物，而是清净自如，顺应天理。正如老子所言，无为而治，不是不做，而是以心无所求，顺势而为。行善之人应当无心无求，方得至善。在场的人纷纷点头，低声窃语，似乎都在消化法师的话语。此时明宇的心中涌动着复杂的情感，他低下头看着自己左手掌中的佛眼纹，那道清晰的纹路犹如一道深邃的光芒，仿佛在他心中点燃了某种追求的火焰。自从发现这道纹路以来，他一直觉得自己身上承载着某种不可知的责任，似乎这个纹路在提醒他要以何种方式度过自己的一生。突然明宇抬头看向智远法师，师父，若说佛眼纹是一种前世积德的象征，那么它与我今生的修行又有什么关系呢？这是否意味着，若我修行有成，便能更好地显现出佛眼纹？智远法师微笑着看着明宇，你的问题非常好，明宇，佛眼纹的显现确实与前世的因果有着紧密的关系，但它也并非只是一个死物的符号，代表着某个固定的命运。每个人的修行都是可以改变自己命运的，而佛眼纹也不过是前世种下的一个印记，今生的努力才是最重要的。就像你所说的，若你今生修行有成，心境得到升华，佛眼纹的光辉也会更加明亮清晰。那不仅仅是掌纹上的体现，更多的是你内心的变化，你心中的智慧与慈悲都会通过这一道纹路散发出更强的力量。明宇愣住了，他从未想过自己如今手中的佛眼纹竟然会有这样的深意。他一直以为掌纹的存在就只是一个象征，或者某种宿命的标记，没想到它竟与自己的修行与心境的提升有如此密切的关系。智远法师的话仿佛让他看到了前方的道路，原本朦胧的未来突然间变得清晰可见。他深吸一口气，默默地下定决心，师父，我会谨记您的教诲，修行在心，善行在外，努力净化自己的心念，让自己真正做到无心而善。很好，智远法师点了点头，
眼中透出一丝欣慰。记住，修行之路漫长且艰难，但你若能以一颗清净无求的心去面对，将会有无限的智慧与慈悲随之而来。掌中的佛眼纹只是外在的体现，最重要的还是你内心的变化。圆明道长此时也插话道：法师，贫道虽非佛门弟子，但一直以来心中有一份安静的力量在指引我。我的天眼之虽然浅显，却也让我在行医济世的过程中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：救人不应求名，不应图利，心存慈悲，便能感得世间的一丝暖意。正是如此，智远法师微笑着说道：你在行医救人时，并非为了名利，而是发自内心的慈悲与善心。这种无心行善的行为，反而能带来更深的福报与智慧。天眼之的显现，便是你行善无求，心中纯净的印证。法会的气氛在这番交流中愈加深沉，众人似乎都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所感动，心中多了一份清明与觉悟。每个人都在思索着自己的生活与修行，他们开始明白，不论外在的掌纹如何，真正值得追求的是内心的明悟与智慧。随着法会的进行，时间缓缓流逝，阳光在寺院的窗棂中投下了斑驳的光影，整个法堂仿佛被一层神圣的光芒笼罩。信众们的心灵在佛法的浸润下渐渐得到了净化。智远法师的讲解仿佛一盏明灯，指引着每一个迷茫的灵魂走向内心的光明。法会结束后，众人纷纷起身，双手合十，恭敬地向智远法师表示感谢。明宇也站了起来，他不再是那个懵懂无知的侍者，而是一个怀抱着信仰与责任的修行人。他的目光坚定，心中已然做出了决心。修行不在掌中纹路，而在于内心的智慧与慈悲。圆明道长也站起身来，向智远法师行了一礼：法师，贫道从您这里得到了许多启发，受益匪浅，感谢您让我明白了行医之道的真正意义，感恩您的教诲。智远法师笑了笑：道长过奖了，佛法无边，人人皆可得，关键在于心。希望你继续修行，继续行善，带着无求的心去度化更多众生。圆明道长点了点头，微微一笑：贫道定当谨记。他转身离开，步伐依旧坚定，只是这一次他的眼神更加明亮，那种从容的气质仿佛更上一层楼。明宇静静地站在法堂中，心中如同波澜起伏的湖面，时而平静，时而激荡。他明白了，自己的佛眼纹不仅仅是宿世善缘的象征，更是一种内心的引导。只有通过自己的修行，才能使这份福报显现出来，成为自己今生修行的指南。从那以后，明宇更加用心的修行。他明白了，修行的路是漫长且孤独的，但每一步都是对心灵的净化，每一念都是与佛法的亲近。他的佛眼纹逐渐更加清晰，仿佛在提醒他，自己应当时刻保持清净无染的心，修行无为，随缘而行。而对于圆明道长，他依旧在游方的路上，继续行医济世，心中无求，只为众生。或许他的佛眼纹并不显赫，但那份无心的善行却比任何掌纹都更加深远。在青莲寺的法堂中，智远法师微微一笑，目光深邃。他知道，这场法会不仅仅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得到了智慧的启示，也让他们开始走向真正的修行之路。而这一切只是刚刚开始。如果你喜欢佛学内容，记得点击关注和订阅，不错过每一次深刻的分享和启发。让我们一起探索佛法的智慧。